同学们好，今天我们来学习中医闻诊。闻诊是通过听声音和嗅气味来诊查疾病的方法。闻诊涉及到2个感官，一个是用耳朵听声音，听声音主要是听病人的声音，呼吸音、语言、咳嗽、心音、呕吐音、耳离、嗳气、叹息、喷嚏、呵欠和长鸣等等各种声响来诊病的方法。另外一个就是用鼻子去嗅气味，嗅气味主要是嗅病体发出的异常气味、排出物的气味和病史的气味来诊病的方法。我们首先来学习听声音的内容。听声音是指的听辨病人的言语气息的高低、强弱、清浊、缓急的变化，以及咳嗽、呕吐、长鸣等脏腑病理变化的异常声响，来判断疾病的寒热虚实性质的诊病方法。听声音主要听病人的语声、语言、呼吸、咳嗽、心音、胃肠异常的声音，包括呕吐、耳离、嗳气、长鸣音等等。为什么听声音可以来诊病呢？它的原理可以用5个字来概括，那就是气动则有声。因为5脏都有气，5脏气运动可以维持人体的生理功能和气机调畅。如果5脏之气发生病变，就会产生相应的声响。比如肺主气司呼吸，肾主纳气。如果肺肾出现病变，就会表现出咳嗽、气喘或者声音的异常病变。心主血藏神，言为心声。如果心出现病变，就会因为心不藏神而表现出言语异常，或者心脏跳动所发出的心音的异常。脾胃为后天之本，气机升降之枢纽。如果脾胃病变，胃是合降，胃气上逆，就会表现出胃肠道异常的声响，比如呕吐、耳离、嗳气或者是长鸣音等等。肝主疏泄，调畅气机。如果肝疏泄失常，则气机失调，就会表现出叹息等异常的声音。所以听声音的变化，可以诊查发音器官的病变，从而推断脏腑和整体的变化。比如当听到咳嗽，就可以判定为肺或者是肾的病变；当听到有呕吐、耳离、嗳气的声音，就可以判定为脾胃的病变。如果听到一个人在唉声叹气的声音，就可以判断为肝的病变。如果听到言语的异常，比如神魂沾语、说胡话，就可以判定为心神的病变。下面我们来学习正常声音的特点和意义。正常的声音，它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发音自然、声调和谐、柔和圆润、语言流畅、应答自如、言语易服。这种正常的声音通常预示着气血充盈、中气充沛、气机调畅。但是由于年龄、性别和禀赋个体的差异，正常的声音也有所不同。一般来说，男性的声音低而沉，女性的声音高亢而清晰，儿童的声音尖利而清脆，老人的声音深厚而低沉。此外，语声的变化与情绪的变化有关，比如喜时发声多愉悦，怒时发声多吉利，悲时发声多悲惨而断续，快乐时发声多舒畅而缓和，静则发声多正直而严肃，爱则发声温柔等等。这些因一时的情感触动而发出的声音，都是属于正常的范围，与疾病无关。异常的声音，我们将从以下5个方面来学习，包括异常的声音、语言、呼吸、咳嗽以及胃肠道的异常声音等等。
具体的内容我们将在下节课开始学习。本节课就上到这里。